你就这么想，大家都是人，就是如果你这么想，如果你心率差太多，每个人都特别不一样的话，那医院那个重症监控那个设备，那就得改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4号星期二，今天又来大半城了，特别早，现在5点36。一会儿把水接了。今天还是5点45，我们在这个小团队在那儿集合，庆祝大江先生获得澳洲的翻译过来叫阳光海岸马拉松的第2名，2小时23，好像是。他们说的是今天庆祝大江先生夺得第2名，我们跑10个200，间隔30秒的慢跑。但是我不知道大江先生来不来，因为是周日的比赛，今天刚刚周二。我们先接水。今天第2次用这个功能，高驰的运动直播。上一次用还是测试版本，后来固件和 APP 都更新了，现在是正式版本。家属要是能起来，今天他就也开一录屏，如果起不来，大家看屏幕，我刚才截了个图，这用户就不是用户吧，就是你的朋友，就别人看到的是长这样的。有轨迹有数据，但是现在还不能自定义，就不能自定义哪些显示哪些不显示，应该是。不过它这个和它以前那个安全守护是不一样的，它以前的安全守护是就是不叫1对1吧，就是对方得是你能直接触达的人，而且那个也只有轨迹没有这些数据。然后佳明的那个，佳明特早就有这个，2010几年就有这个，可能就至少我知道的时候啊，就有各种数据，但是那个也是就是那种偏私密分享的，不像这个叫直播。就我发一个链接，只要你有网就能打开。对我的限制是我得带手机，因为它不是手表没法联网，它是手表跟手机连着，然后手机把数据实时推上去。所以呢，如果手机后台死了，蓝牙断了，或者没网了，就第一次试直播是富士山那个登山比赛，到了半山腰网就很不好了，就会断。今天还是这双2代的 Cloud Boom Strike， 接着试鞋，这双鞋已经跑了2次强度课了。我发现这弹力怪这个蓝色比黑色好看，这个跟看穿上跟看东西感觉不一样。就一直往前再往回，差不多10个200就够了。跑得快的话就稍微绕一下，绕一个休息。30秒的间隔慢跑很短的。然后今天训练完，跟大家分享关于训练配速，尤其是强度课的配速的事儿。所以您要是不想看训练，您就往后倒个10来分钟就差不多了，好吧？看我们今天的阵容，太热了，所以看起来只是庆祝大江先生夺得第2名，但是大江先生应该是不出现。昨天这边下了特大的暴雨，今天早上湿热异常。好，走。35秒17，配速2分56。走。
37秒08。승희가 나이트 가면에 된 상이가走。36秒38。哇！走。36秒05。因为是跑距离，我们已经差了几秒了。早开一度。36秒07。走。36秒61。想追上人家，就得少休息。
站正，走，嘿，哎呀，走。哎，35秒73，下组又得早开始，走。嘿，36秒09，走。37秒46，最后一个，4、3、2、1，走。34秒76，hello 来ます。hello どうぞ。结束了。最后有小伙伴回来了，不容易。这种虽然休息的时间固定，跑的距离是跑距离，所以谁200米跑的快，比如腾刚先生比我快2秒，他下一组开始就比我早开始2秒，想跟上人家
之所以我被落下，就是因为有人家快嘛，所以这样是永远只会越来越大，所以只能减少休息。来次。大江先生出现了。天気工事今日。楽しみ今。おめでとう。いやーすごかったっすね。全然感ぐらいでしたけど。いいじゃったらもうそこでも行けます。来到。再次祝贺大江先生在周日的澳洲阳光海岸马拉松获得第2名，全场第2名。刚才跑完那10个200，我们又一起跑了一个5公里的集体放松跑，4分多。我发现这双鞋，这个 Cloudboom Strike 2这双鞋，4分多的4分半左右的配速，跑起来也很顺。我觉得这双鞋还不错。刚才朋友还问我说这鞋怎么样，我说跟1代完全不一样，可以试一试。跟大家分享训练的配速。其实我觉得我是吃过亏的。就那个时候用 Stride 训练，然后 Stride 按你功率嘛，它给你配速建议，我就按功率来去跑间歇课。那时候跑的也挺尽兴，但是我发现无论是 Stride 按功率，还是现在这些平台给你按你的分区，给你定你的配速区间，你只要有一个上限，就是你只要今天我是一个速度课，但是呢我有一个上限卡着我，并且我要严格去遵守，还有就是你有一个下限去够，这个时候大多数尤其是自己跑的小伙伴，大多数跑不到你效率最高的那个训练配速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现在如果我自己跑20个1分钟快慢，就像那天我可能是3分20、3分18，最后也许到10组以后可能3分24，最后一个呢我可能能跑到3分14。我差不多自己跑1分钟快慢，不管是10个、15个、20个还是30个，还是冬天还是夏天，基本上就这样。而且这样呢，其实也达到了手表给我的配速要求。不过那天和田中先生他们一起，我们每一个都是3分10几、3分15以内吧，因为他跑得快，我就去追。追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手表设置了你正常区间的上限，其实手表会滴滴滴滴滴滴响的，会告诉你超速了的，但是你就不管它。这样跑完以后，那种精疲力尽的感觉是以前体会不到的，就说明其实人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。所以我经历过这些，我就才会跟大家分享。我说，如果您健康的成年人，没有基础病，没有健康隐患，是不会把自己跑坏的，因为自己跑的时候基本上都达不到那个强度，真正达到那个强度就会进步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吃亏呢？就是因为我这样跑，就是像达到我那个舒适的，虽然很顶，但是舒适的配速的时候，其实提高的很慢。因为提高是什么？提高是这跑步耐力运动这个事儿，其实和你去练劈叉、一字马是一样的。想提高，你得抻到那个之前到不了的那儿。一开始1下，后来2下，慢慢的坚持时间能长，慢慢他就习惯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总在你那个舒适区的上缘，提升就慢，就说白了就有那么一条线。如果你在一条线以上不断去试探，哪怕就是说我跟我训练营的成员小伙伴们，我说哪怕你这一组后边掉，或者哪怕你没跑完今天的组数，能够往上顶一顶，在这种间歇课上也要比说我就到我那个能跑完的最快速度效果要好。这是我不成熟的观点。然后小伙伴说评价我说，我原来老看我说不成熟的观点，觉得不太，就觉得怪怪的。但是后来理解了，因为我不同时期说的观点也不太一样。就我觉得我的观点都是不成熟的，只不过随着训练，随着水平的进步或者水平的退步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而已。那我分享给大家。所以归根结底，训练看什么？训练首先我认为
只要是以比赛成绩，你就健康的成年人以比赛成绩为目的的训练，都应该看配速不看心率，因为你的比赛是配速，规定距离谁跑得快。就这么说，你想破3，你就得4分15跑42公里，这个没有任何的商量的，不管您是多大年龄、多小年龄，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心率是170还是160，对这场比赛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那平常的训练为什么说我觉得看心率不合适呢？因为第一，我们没有经历过选材，我们是普通人，大家都差不多。还有就是，就算经历过选材，选的也不是那个怎么跑心率都上不去的人。这个可能有悖于很多人一开始的观点或者一开始的潜意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无论是芝加哥马拉松摄像师拍到的吉普图姆，还是会长每次比赛完之后晒他的那个数据，还是人们拍到伦敦马拉松上萨维的手表，都是这样。就专业运动员他在马拉松赛场上也是170多。有时候小伙伴跟我说我就天生的心率慢上不去。我说其实啊，心率这个事儿，我们总说个体差异，但是其实大家也都不会差太多，我们都是普通人。你就这么想，大家都是人，就是你如果你这么想，如果你心率差太多，每个人都特别不一样的话，那医院那个重症监控那个设备那就得改，对吧？那个也是心率到多少报警，血压到多少报警，心率低到多少报警，血压低到多少报警。那要每个人都差20-30的话，那东西就没有用了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间歇课、速度课的配速怎么定？就是如果今天你希望这堂速度课是你很目标的一次，那就全力以赴，今天其实差不多我就全力以赴。那天这20个400，或者是最近这几次，我基本都是全力以赴。还有的时候就是今天是一堂过渡的速度课，就它不是一个说我要极限那种。就像那次我们那14个1公里，或者甚至明天我好像听说是1公里的间歇，或者是明天这种，那不是说因为它是1公里而改变策略，而是训练张弛有度。你看今天我做了强度课，而且呢明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，身体会疲劳，明天的强度训练间歇跑我就会稍微收一点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差不多正常的你跑到你的5公里或者10公里比赛这个配速去跑间歇，你就会觉得不是太顶。当然说的是秋冬时候比赛的配速啊，因为现在夏天你还是会受影响。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夏天心率的事儿。夏天心率我的体感和我的观点是，慢的时候要比秋冬慢的时候心率要高，你心肺的负荷要大，就是它的初始基数会变大。但是呢，比方像我春天就现在跑到4分半和秋天跑到4分半其实差不太多，但是再往上又会差。就是比方我秋冬的时候我跑3分45，跟现在跑3分45现在又会高很多。所以就是这样，这没有一个固定的定式，每个人也不太一样。好吧，那今天愉快的一个训练，今天一共跑16公里，给大家看看数据咱们就结束。热身了4.11公里，第一个200配速2分56 35秒17，第二个配速305 37秒08，第三个配速302 36秒38，第四个配速36秒05，第五个配速36秒07，下一个配速303 36秒61，然后配速259 35秒73，配速36秒09，配速307 37秒46，最后一个配速254 34秒76。那我发现200米没有400米就是那种感觉快，因为有一个加速阶段，你加速就30-40米，然后就只剩100多米了。所以我发现现在跑200米没有400米那么的快。那好吧，最后再次祝贺大江先生获得阳光海岸马拉松全场第2名。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